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我們歡迎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員。思敏好，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軍艦長呂禮士艦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持續趕快來看到的是這個禮拜的最新的進度，中俄現在聯手劍指日本東京。那麼我們今天也會特別來關心到的是遼寧號正式的突破到了整個第一島鏈哦，包括了殲15在這邊狂飆起降，大家在猜說這個過去的黑船陰影是否再次的降臨？日本現在也全面備戰了，把它的軍事費用拉到史上最高，戰事是否一觸即發？趕快來看到今天的3個火線話題，我們會請來賓來幫我們特別做解答的。今天我們會特別來看一下遼寧號的軌跡哦，突破了第一島鏈之後直指東京，包括了其他的武器殲15起降次數非常的多，中俄是在對日本下戰帖嘛。第二件事情是我們來看到，包括了中俄現在它的轟炸機也都掠過了東京跟橫須賀，配合的包括了遼寧號跟055大區現代版黑船事件是否重新上演。最後今天也會來關心到日本緊急的全面備戰了，國防預算創下史上最高，但是重點是中俄都已經逼到日本的家門口了，東京這個時候努力還來得及，而且撐得住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的來做關心。我們趕快來看到是日本防衛省這邊最新再次的公布了中國大陸的航母遼寧號一連串的軌跡。我們看到從其實12月5號沿着這個紅色虛線，再到一直到12月12號，這個是日本是中國大陸的遼寧號航母它這個走的一個路徑圖。那麼日本在這我們可以看到它在這個周邊走了這樣子的一圈。我們來看到他怎麼說呢？他說遼寧號從宮古海峽出發之後呢，就突穿了第一島鏈，對日本持續的示威，一度還指向了東京，之後就往太平洋的深處繼續的前行。遼寧號在太平洋的海域這邊，重點是大家在觀察它實施了260次艦載機、戰機和直升機的起降訓練，這個數字他們說是罕見，非常的多次。防衛省官員也說了，中俄這時候還包括出動了他們的戰略轟炸機，一起在日本的周遭進行了一個演習，給日本極大的壓力。來看到學者怎麼說，林穎佑教授說呢，遼寧號這個時候是意圖借此來實施的是它的炮艦外交，達成警告日本的目的。所以節目一開始要特別來請教委員怎麼看了中俄的轟炸機，再加上遼寧號這時候劍指東京，這一種被學者稱為是炮艦外交，是已經重現了當年1853年美軍艦隊駛入東京灣的那一起黑船事件嗎？中俄對日本的炮艦外交可不可能成為未來的一個新常態？委員怎麼看？這個完全不同啊！我們來看看1853年美軍率艦隊進入這個日本東京灣啊，因為什麼黑船事件？黑船是鐵殼船的意思，因為在日本人早期的想象中，船是用木頭做的，沒想到用鐵做的，所以他們把它稱作黑船。這個美軍到東京灣幹什麼？就是要把美國貨賣進日本，那也希望日本貨能夠賣到國外，這是標準的一個國際貿易事件，用武力打開貿易的這樣的一個策略。而在1853年這個黑船事件後，只隔41年，到了1894年，日本就有能力發動甲午戰爭，而且還把中國的北洋艦隊擊敗。當時中國的北洋艦隊號稱是亞洲最龐大的艦隊，結果呢，就在日本的這個一場戰爭底下徹底敗下陣來，也把中國的自信心敗到谷底，所以中國就一路下滑，一直到了1950年代啊。那這樣的一個歷史的事件跟現在有什麼不一樣？這個其實我看了下，我認為中國俄羅斯並沒有想要跟日本進行什麼外交，所以談不上炮彈、炮艦外交，連外交都不是。主要是什麼？要來遏制日本的軍國主義，以及遏制日本的武力再起。這什麼含義呢？因為高市早苗自己講的，他要對台灣海峽如果發生戰爭，他就要怎麼樣？要出兵。換句話說，如果武力發生在台海，你要出兵。那平常如果兩岸要和平，你會不講話嗎？這個是一個基本的國際政治邏輯，說你日本認為你有權利、有能力可以干預兩岸的問題，那對中國大陸當然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以中俄兩國現在的關係啊，對於日本這種企圖用武力介入周遭事務了，當然會有高度的警戒。所以這一次啊，我覺得很客氣啊。你看哈，他遼寧號啊繞到了那霸以後呢，就往右轉到太平洋，然後好像那邊有夜市的樣，跑那邊夜市吃個小點心，砰砰砰回去打卡了。他根本都沒有跨越到奄美大島以北啊。甚至還沒有到這個馬尾島、種子島都沒有。馬尾島幹嘛？是他們日本正想要做一個航空母艦艦載機的一個起降訓練的陸上基地。到東京灣還早啊，是，更不用講說到橫須賀外港啊。所以表示這個只是初步而已啦，所以既非外交，亦沒有炮艦，好，只是一個很簡單的初步的起降訓練。一定要到了中俄的這個轟炸機飛到東京外海，才可以說是真的在對日本產生這種軍事上的壓力。那遼寧艦也是一樣，它是起降單純的起降訓練，似乎中國大陸也沒有意思要把它這次的中日爭端提高到軍事上很高的程度，看起來似乎也都沒有，所以算是相對的溫和，甚至我都嫌它有點的溫吞。好，這一次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這個遼寧號一系列跟中俄之間的動作，是給這個日本一個在軍事上面擴張的一個正式警告。那面對確實現在看到遼寧號的逼近，日本也迅速做出了反應。日本做了什麼？我們來看到在軍事上面，九州的福岡基地是緊急出動了12架。他們畫面上看到的 F2的戰機升空來做攔截。那從網絡上面的照片，我們可以看到說，疑似呢這些戰機都有掛實彈，總數這邊做統計是達到48枚的反艦飛彈，包括了 ASM-2 的反艦飛彈，還有多枚近程空對空飛彈。但是這個 F2要面對眼前的壓力，還包括來自於大陸解放軍，你在這邊太平洋有它的歼15跟055大區，日本硬碰硬，還有勝算嗎？艦長怎麼看？其實我們看到這個 F2的這個戰機啊，它加掛飛彈。那其實如果按照這個新聞來源它所公布的照片，應該就是這個樣子啊。那它這個是實際上12月9號拍攝的。那大家覺得好像，因為這個就是我們講到的ASM-2的這個飛彈啊。可是呢，如果我們看到第4張照片的時候，我們就會一樣看到了這個飛彈，而且他把前面的這一個導引頭的這個護罩拿掉，但是它其實是擺拍，如何見得呢？因為我們看到後面有一個起飛前拆除的這個飄帶還在上面啊，所以當我們在看這些照片的時候，其實它就是標準的一個擺拍。那如果說對於日本自衛隊來講，他們更頭痛的可能不只是我們講到說有關於艦載機的部分，其實還有軍艦的部分。因為軍艦到底從哪來？如果我們來這樣看的話，也就是當初穿越宮古海峽的時候，其實並沒有帶着901的綜合補給艦。可是呢，當我們看到12月8號的這個位置的時候，它就已經出現了這個901綜合補給艦。可是那我們剛剛講南昌艦，也就是055萬噸驅逐艦不見了。那也就是說啊，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情況呢？也因為日本它的又碰到了中日的這個聯合的戰備空中巡航，然後又碰到了這一個遼寧艦的一個狀況，其實它根本沒辦法讓。無論是在東岸或者是在靠近日本海一岸來因應，所以才產生這個結果。至於說這個架次啊會不會比較多啊？如果我們來看，如果是跟2022年12月來比較的話，的確是比較多。那但是我們看到2022年到2024年，其中的這一個時間裡面呢，其實遼寧艦進行了一個入屋級的廠級維修，當時他的副艦長就告訴了我們，
它已經不是訓練艦，它已經變成一個作戰艦。我們就看到它的起飛的架次，藍色的這個代表的是我們看到的殲15戰機啊。那如果紅色這部分，也就是直升機。為什麼有直升機？因為現在以遼寧艦來講，它的反潛以及它的預警都是由直升機來負責的。那如果我們按照剛剛講到的055是不是能夠因應這樣的一個威脅？其實我們來看啊，055應對這些反艦飛彈啊，或者是你這一些空中目標，其實最重要的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個點，這個是什麼？這個也就是我們今年在93閱兵的時候所看到的高功率微波的這個部分啊，是現在唯一有裝上船的各國的艦艇，也只有055萬噸驅逐艦。那這一個呢，如果說我們從這一個中國大陸，它在2014年哦，也就是11年前的這一個論文，我們就看到，其實他們對於這個高功率微波的設計呢，也就是如果按照萬噸驅逐艦它的一個大小的話，那天線口徑在23到25公尺的話，其實它可以打擊的距離呢是50公里，所以非常的遠。那這一次最主要的是什麼？也就是高市早苗講完不該講的話，然後也不願意收回的時候，其實也就是我們看到解放軍啟動了所謂的冷啟動，也就是當初大家都不是常常有人講說會有預警，會有徵候，其實都沒有看到預警，也沒有看到徵候，唯一看到的也就是當它出現在東海的時候，大家才意識到說它可能穿越宮古海峽。當大家認為它穿越宮古海峽要前進關島的時候，沒想到它往東北直上，然後接近奄美大島，這個路徑是第一次產生的。另外一個也就是拿敵練兵，這個我們剛剛講冷啟動跟拿敵練兵都不是編出來的名詞，都是在解放軍的準則教範裡面是有這麼一個名詞的。拿敵練兵呢，也就是他拿着你對手來練兵，也就是我拿着你那個未來可能會變成對手的這一個部隊，我直接來練你。為什麼？因為我如果自己來練的話，總是我不知道實際上的準則教範是什麼。可是我拿對手來練的時候，對手的我們講到 rule of engagement， 也就是交戰規則的部分，我就可以了解。所以我們這樣講啊，這一次對於日本來講，它雖然不叫做這個黑船事件，可是震撼不比那個黑船事件來得小。对，好，我們現在看到，所以日本方面現在面對於來自於中俄之間的一個進逼，最新消息我們也要看到，所以日本又做了哪一些的動作？除了剛剛在軍事上我們看到它的新動作之外，其實這一次呢，在軍備上面，它直接快速的來加強它的反擊能力，並且呢，增加自己的國防預算創下了新高。共同社特別做了披露哦，日本規劃的是明年度2026年的防衛預算拉高到9兆日元。這個數字其實已經創下歷史新高了。那他已經講好了，這個重點放在2項，第一個就是長程飛彈，第二個攻擊型無人機。但眼前的問題是，中俄都已經進逼到家門口了，日本現在做來得及嗎？還是會把自己推向更危險的境界？楊老師怎麼看？我個人覺得，從高市上來講，台灣有事，然後呢，小泉進次郎的防衛大臣凌晨2點開記者會說，我們2架飛機被雷達照射了，這是一個很完美的媒體的操作，而且是有助於他們自己本身在就是整個防衛力量、軍事武器以及國防預算的提升，然後呢更進一步的加大相關的部署採購。實際上，真的有炮艦外交嗎？那剛才蔡委員講得很對啊。那遼寧艦連奄美島以北都沒有去啊，沒有接近東京灣呢，而好幾次其他航程的，就是航空母艦到這個區域做演習的時候，一樣的也有一些起飛啊，只不過是沒有跟你的飛機去做雷達照射。所以這一整個過程當中哈，我的感覺我們要看透看穿，日本的媒體的整個以及日本政府在這個議題的。就是說，他的目的是要去，等於是撼動日本的安保政策。那他沒有錯啊。今年1年
的國防預算來到9兆日元，那他要去做長程的飛彈，那長程飛彈能夠做多遠？你不搭載這個核彈頭的長程飛彈，你去打什麼？你去打基地？前提是你要先被攻擊，你能夠先制攻擊嗎？你先制攻擊沒有核彈頭的長程飛彈打的基地一棟樓而已。所以它的目的是什麼？無人機的這個防禦。不過呢，它要做什麼？它要把就是太空作戰集團要建構一個新的這個規劃，它把航空自衛隊要改名叫航空宇宙自衛隊啊，在日文宇宙類似航天。然後呢，要在沖繩那霸市的陸上自衛隊本來的一個旅第15旅團，要把它提升作為師。換言之，如果真的要介入到台海的時候呢，在沖繩的這個第15師團，可能就具有它的這個角色。那我要請問是，他把整個5年以來45兆日元要花在這些部分去對付誰呢？如果今天對付韓國是有用，你對付北韓、朝鮮有沒有用？那有核武啊。你對付中國大陸有沒有用？中國大陸《紐約時報》這2天的社論才登呢。現在中國大陸在第1島鏈有900枚飛彈，第2島鏈範圍可以打到第2島鏈的1300枚，可以打到第3島鏈的500枚，而其中有600枚是極音速飛彈。連美國的福特號要來援助台灣之前就會被打掉，日本能夠做什麼？所以在這裡啊，我覺得其實日本要作為一個美國的副警長的角色哈，配合的這個軍力的提升是蠻清楚的。而在這個事件當中，這整個新聞以及議題的操作哈，是符合日本右翼它整個去撼動改變日本安保政策的一個就是基礎。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我們持續關心到的是川建國發威哦，中國大陸在這個關稅戰之下，現在是越打越賺，而且出超破兆美元。美國則是面臨自己內部民生潰敗，吃不起飯，現在還得靠所謂的代幣來做食物救援，怎麼回事？趕快來看今天3個火線話題，請來賓來幫我們做解答。現在看到美國的農夫市集到處都在使用所謂的補助代幣，美國人現在連買菜都要靠政府的救濟了嗎？第二件事情來看到是川普啊。這個關稅戰之下，通膨壓力還沒有降，但他在此刻卻是逼着這個聯準會啊，趕快降息來救市吧。但是救市的話，是否又會影響到股市、債市呢？川普是在止血還是在放火？第3件事情，今天也會關心到的是，川普的關稅戰之下，沒有想到大陸現在出超正式破了1兆美元這個數字，甚至創下了新高。另外一方面，剛剛講的嘛，美國則是呢靠補助過日，川普這個時候在對中政策上面突然間轉軟了，大家在看這個是戰略轉向，還是美國真的這一回撐不下去了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的來做解答。剛剛特別提到的這個農夫市集，其實呢地點就是在舊金山，當時的畫面是這樣子，大家看到說哇，週末市集的人去逛的人非常的多，然後看起來人氣非常的旺，但是攤位的桌上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些攤商自己說的多了一樣東西，就是政府補助代幣。什麼意思呢？這不是一個社福升級哦，是因為美國現在尤其針對這些中低收入的家庭，他們連買菜都越來越有問題了。包括說呢，只能靠的是他們的這個代幣哦來去買菜，來用刷卡換代幣過日子。攤商也證實了，確實他們現在收到的代幣甚至比現金還要多很多。那麼現在美國自己國內的通膨到底有多嚴重呢？我们來看到幾個實際的數字。首先，第一個，美國人最愛吃的牛肉漲幅啊，一口氣飆升到了超過15%。再來看到55%的美國民眾都認為說，真的吃不起飯，你川普是不是應該要負起責任呢？第三個是川普11月的關稅收入首次的月減了，所以他這個時候呢，被迫取消部分食品的關稅，要來救自己國內的物價。而且現在只有30%的民眾是滿意川普的經濟政策的，川普已經乾脆親口證實。
實了。他說，確實，他認為共和黨接下來恐怕在選舉中會丟了自己的飯碗。美國現在內部物價通膨有多嚴重，還得靠代幣來買東西。關稅戰是把美國的經濟底子給打空嗎？艦長怎麼看？我們來看啊，其實這一個有關於川普這個施政的部分啊，如果我們在看到 APEC 它的一個會前的時候，其實大家對於川普的概念，執政的狀況是這樣：如果一般的美國成年人啊，那我們先不論黨派的話，我們就會看到大家認為這一個生活雜貨。其實漲得非常有感，71%的人都覺得是上漲。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到，大家覺得最不滿的是什麼？也就是同樣的狀況，也就是這一個我們生活所需要的開銷，那個其實是越來越大的。不過現在大家講說這一個是不是通貨膨脹呢？其實不一定是通貨膨脹，反而可能是通貨緊縮，因為大家不敢花錢，因為未來長成什麼樣子並不清楚。那也就是我們來看到實際的狀況，我們看到消費者的信心。如果說我們從這一個選舉日之後，我們就看到消費者的信心其實曾經有一度上漲，那但是呢，現在又逐漸的跌落。那為什麼我講說這個部分呢？並不一定是通貨膨脹，真正通貨膨脹的高峰其實是在拜登總統的任內。那現在呢，我們看到的反而更多是通貨的緊縮。那這個通貨的緊縮所造成的影響，大家不敢花錢。那不敢花錢，但是這個問題啊，會更嚴重的出現在中低收入戶，就是我們剛剛講到有關於農民市集的這個部分。為什麼？因為一般來講，中低收入戶相對於這個消費金字塔頂尖的人來講的話，他的收入會將近超過60%都是投注在購買食物這上面。而且，如果美國有提供這個補充營養援助計劃，他們就會用這個計劃，因為這樣子可以讓我少出一點錢。然後，當然我們看到的也就是代幣滿天飛啊。那這一個狀況其實，川普他知不知道？他非常清楚，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美國不斷的敦促，中國大陸你趕快買大豆。那其實問題也就在這裡，也就是他最重要的是，他要避免這一個收入不多，但是選票很多，然後讓他在明年的期中選舉一敗塗地。好，一邊是這個美國自己的內部物價太高造成的這個消費減低、通縮的一個問題。那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川普政府現在又持續的要求，聯準會啊，你趕快降息吧，希望能夠替他的經濟打一些嗎啡來止痛續命啦。那可是現在大家也擔心說，會不會降息又造成股市債市的不利呢？這個是第一個問題，要請教楊老師。第二個問題是，期中選舉接下來共和黨樂觀嗎？因為現在連川普自己都不看好了。楊老師怎麼看？對，川普在13號的時候接受《華爾街日報》的訪問呢，我看到他自己稱讚說，從來沒有這麼好的經濟在美國的歷史上啊，這個非常符合川普的口吻。可是真的嗎？我們先來看看一些就是清楚的這個數據哈。那到目前為止，其實他的支持率是掉了，而且是掉了幾趴，掉了大概有10%。從就是48%掉到從52%掉到42%支持率，不支持率來到55%，增加了大概有10%。所以一上一下，其實它的不支持率遠超過它的支持率，現在這個很清楚。然後呢，這裡面去分析有3類的這個選民現在對他其實是支持大幅下滑，一個就是拉丁美裔的，叫 Hispanic； 第二個呢，獨立選民；第三個呢，年輕人18歲到29歲的。那 Hispanic 呢，其實主要都是在美國的南方，尤其像佛羅里達這些地方過去一直都是共和黨的主要支持者。那可是到都市裡面，他們又傾向支持民主黨。所以這一次我們看到，從40%掉到35%，減少了有將近13%。然後呢，獨立選民減少了將近20%。最特殊的是，年輕人對川普的支持從原來還有將近40%的，掉了只剩20%。所以少了一半。一年少了一半。你還不到明年的選舉，明年選舉大概還有將近1年的時間。
那夠不夠足夠的時間把他們給挽回？通常不容易。為什麼？因為再進一步的民意調查，他們說50%到55%的選民認為最重要的3個議題，第一個是通膨，商品的價格；第二個呢是工作，整體經濟；第三個呢是健保。可是呢，川普你看到他這個通膨因為關稅開始就是出現這個就是整個嚴重。那目前在9月份的數字看到是2.8%。然後呢，工作其實美國的工作現在是很好找的，可是經濟整體的情況大家是很擔憂，甚至 AI 泡沫化明年會不會變成議題？然後呢，健保那這個是最嚴重，川普把那個奧巴馬健保給拿掉了，可是只有20%支持川普的這些現在眼前的一些議題，反移民啊打犯罪啊，還有外交政策20%，所以他覺得這個順序不對的。同時呢，經濟上的問題大概是74%認為他現在做的一般甚至不好，只有23%說OK 比以前好。那這裡面大概不到15%左右是說比去年1年好。所以你看70%比20%多，現在就很清楚，這個民調顯現出這1年以來大家對於川普不只是說蜜月期沒有了，其實基本上認為他搞錯重點了。他沒有關心到人民眼前關心的議題，而且呢，人民眼前的議題也每況愈下。那同時，對於川普的一些手段做法，當然也更不認同啊。比如說，他對學界，他對這些逮捕那些ICE的這些作為。所以，我是覺得明年的期中選舉，如果是在下個禮拜舉行的話，那他一定會輸1院。但目前還有1年的時間，足不足夠他去改正？很難講，因為經濟的問題其實有很多的變數的。好，很快的其實上任到現在，川普已經1年的時間了。接下來，已經用民調，選民已經反映了對於川普的不滿。那離期中選舉現在看起來，其實是對他非常的不利的。而且大家也在檢視說，你當初實施這個關稅戰，其實也是要對付中國大陸。結果沒有想到，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我們看到大陸在經濟上面，尤其是在出口上面表現卻是越來越好。而且呢，在另外一方面，政治上，川普的態度對中國大陸卻是明顯的降溫。幾個重要數字來帶觀眾朋友看一下，先來看經濟面，前11個月我們看到大陸的出口3.4兆美元，是年增5.4%，對外貿易順差突破了1兆美元，創下歷史新高。對美出口雖然減少了18%，將近20%但是卻靠非洲、東協、拉美全面都補上了這些出口的缺口。那剛剛講了嘛，川普對中政策變得明顯的降溫。首先10月底和習近平見面之後，我們就看到他拋出了G2的論述，承認中美之間是平起平坐。對於中日這一次的爭議，他也保持沉默，傳出還私底下要求日本避免刺激北京。再來就是我們看到他的國安戰略的這個策略也降溫了，不再高調強調大國競爭跟大陸的核武擴張。為什麼他的態度有這麼大的轉變？關稅戰打到現在，怎麼把中國打得越來越強？委員怎麼看？這個打錯方向，而且打的力道實力不足。打人家傷人這個所謂3分啊，就要自己自傷5分，從來沒看過那麼笨的政策。其實川普的關稅政策，美國的經濟學家一致反對，沒有人看好。我一開始也跟他嘲笑他是王安石變法一事無成，在你節目1年前我就嘲笑了，果然不幸成真。因為他那個完全是一種亂拳啊，打狗什麼，會當然是不可能打出一個好的效果。那中國的這個貿易順差在1到11月突破了1兆美元，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成就。因為去年一整年呢，1到12月總共的順差才多少？8400億，前年才8200億，今年只有1月份到11月份就超過1萬億啦。所以如果再加上12月呢，當然就不止了。但是高興之餘也有擔憂，因為中國這一次的順差到達1萬億啊。當然，最終原因是出口跟去年同比增加了5.4%，5.4%啊。然後因為有新產品、有新市场、有新通路啊，新產品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些產品，傳統啊、電子啊等等。然後還有什麼新能源啊之類的。那新市場什麼俄羅斯啊、東南亞啦，甚至於非洲、拉丁美洲啊，這種新市場都被開發出來了。那新通路就是說，它海外有很多新的港口、新的船隊，然後
新的航線，還有什麼，比如北極航線，還有中歐班列，所以使得中國的貨品更容易運到銷售場合。但也有隱憂，為什麼進口會衰退0.6？它的機器設備進口衰退，就表示民間不再投資。這中國政府特別去注意。第二個，消費衰退。那為什麼消費衰退？因為有進口替代品滿足大家的消費，可是也表示對於進口的奢侈品不再買了。然後進口的設備有替代品，再加上更高檔的設備不一定買得到被科技管制啦等等的原因在裡面。那再加上房地產不振，所以內部的投資需求大幅衰退，所以才会有整個進口衰退0.6%。所以這個隱憂也要去特別去注意。所以表示說增加到1萬億該開心。不過算是一個不錯的成績，我來算給大家看哈。就是中國大陸如果單純講這個 GDP 的話，人均 GDP 今年大概只有13800美元，可是美國已經到89600美元，等於是中国大陸6.5倍。那而且就成長率，中国大陸成長了3.8%，人均 GDP 成長3.8%，然後美國成長4.4%，所以美国在這個數字上是比中國好。然後日本更好，日本成長了6.9%，然後台灣更好，成長了11.1%。那南韓最差，衰退了0.75%，這是尹錫悅的功勞所以0.75%。但整體來講，概念是這樣子的。可是美國是嚴重的貧富不均，所以剛才才有我們李艦長講的這個所謂代幣問題。它是朱門酒肉臭這個路有凍死骨，但是美國的問題就比較大。你看看那股市，应該多少億萬富翁不斷的產生啊！黃仁勳幾年前才是億萬富翁，現在已經兆萬富翁了，就是這個原因哈。所以美國有股票的比例大概佔美國人口的差不多20%，那這20% 富起來，80% 平下去，這是美國最重要的問題。中產階級消失都在這裡，因為他們投資的傳統工業哈，什麼鋼鐵啦、汽車啊，都賠得很慘，那股票都起不來。可是你丟了 Seven Sister 那七姐妹的股票，每個都發了，這樣。好，謝謝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到俄烏戰場這個時候呢，川普逼烏克蘭要在耶誕節前夕投降，耶誕節已經快要到了剩下1-2個禮拜而已。我們來看到澤倫斯基在這個時候他已經提出了要放棄北約了，大家在看說，哇，那你這3年的戰爭是白打了嗎？北約這時候慌了，則是喊說要來跟俄羅斯站起來。好，今天節目都會就這些議題來一起做關心。俄烏戰爭，我們看到打到現在已經進入到3年了，死了上百萬的人，最後的結局卻可能因為美國的一句話而改變。川普在這個時候直接點名了，他說耶誕節的之前，針對於俄烏的和平協議，你烏克蘭要趕緊給一個說法，趕快表態，也意思就是說對澤倫斯基下了最後的通牒了。川普話才剛說完，確實澤倫斯基就立刻表態了，終於他是說了，烏克蘭願意放棄加入北約，等於也是親口承認俄烏戰爭打了這3年的血戰，以及北約這一張門票一直來來回回的，到底可不可以加入？現在也確定了，一切都是一場空頭支票。這一場戰爭打了3年，等於回到了最原點的起始點。而我們來看到，包括了這澤倫斯基在這個時候又補了一句話，他說頓內茨克要不要割讓，接下來會由人民來做決定。只是說目前來看，川普真的等得起嗎？那麼普丁會讓你公投嗎？還是說這只是澤倫斯基的一個拖延戰術？我們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委員怎麼看了？澤倫斯基在此刻終於是拋出放棄加入北約，這3年白打了嗎？這個時候他又提到頓內茨克給人民公投，他的盤算會是什麼？澤倫斯基當然一路要說謊啊！他前幾天在講說，川普叫他總統趕快改選，他說現在戰爭沒辦法改選。那我都聽不懂了，戰爭怎麼可以公民投票呢？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嘛？所以擺明了他就想拖，可是他不想負責任，他知道說如果他簽字，他以後會被怪罪，因為戰爭在他任內發生的，然後戰敗割讓土地也在他任內發生的，然後
這個還不能加入北約，還要修憲，也是他在任內發生的。他會承擔所有烏克蘭所有的怪罪、所有的罪責，而且東歐有個傳統，國家失敗要找替罪羔羊，沒有人比他這一隻羔羊更適合當了替罪羔羊，找不到了。所以他依東歐的傳統要流亡，要不然可能會受上斷頭台，這是沒辦法。這東歐的歷史就很奇怪哈，戰敗了你就要承擔所有的責任，人民的憤怒跟挫折。他為了推卸責任，那說這個割讓領土我不能做決定，要公民投票啊。他忘了前幾天講說，總統選舉沒辦法如期選舉，因為戰爭。好了，不管他怎麼講了，其實最不想停戰的是誰？普丁。他很開心看到澤倫斯基不斷的提各種奇奇怪怪的想法。他說繼續打，慢慢打，不急的啊。每天冬季作戰準備開始了，他幹嘛理你啊？可是普丁不急，這個澤倫斯基不急，最急的是川普啊。他答應美國選民要把這個戰爭做一個perfect ending， 一個完美的結束。結果沒想到碰到這種棘手的局面，連澤倫斯基的烏克蘭都管不住，這個對這個川普的。在美國內部的這種領袖威望是很大很大的一個傷害。對，那你明年怎麼選啊？人家吐槽你就沒辦法選。一個政治領導人不怕人家怨恨他，怕人家瞧不起他，吐槽他，這是很大一個傷害。那對於這個普丁啦，他其實算盤打得很緊，我管你公民投票不公民投票，你反正我佔領的地區你已經要不回去了。要麼就拿別的東西來交換，那你也沒什麼東西可以交換啦，所以他反正老神在在，他根本懶得去理那個川普跟澤倫斯基每天在講什麼，好像照他戰爭一直打下去就對了。好，所以我們看到此刻的川普，他急着要把這場戰爭給提下來，因為緊接着就是俄羅斯的冬季的作戰，馬上就要正式的展開了。美國這時候希望喊着趕快停下來，但是我們看到另外一方面在背後的老大哥還有歐洲啊，這個澤倫斯基背後的老大哥，歐洲卻是不願意停下來的，而且還喊說我們接下來要繼續的加碼援助烏克蘭。歐洲有什麼樣的計劃呢？他先在資金面做了一個想法，他說要把凍結的1930億歐元的俄羅斯資產，直接呢拿來援助烏克蘭，來買他的軍備。這個想法一出來之後，立刻遭到了各方的批評。首先，自己歐洲內部的清算所就警告說，你這樣子做，其實對我們歐洲是不利的，會出現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美國也私下反對歐洲這樣做，他說你不該用這些資產來繼續延長這一場戰爭啊。那外界也在看說，沒收了俄羅斯的資產去幫烏克蘭，也等於是直接對普丁來做宣戰。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歐盟還會繼續做下去嗎？如果真的持續的支持烏克蘭，接下來普丁會如何報復？楊老師怎麼看？還記得美國跟俄羅斯達成的28點和平談判要點當中，就談到了就是俄羅斯被歐洲以及相關國家凍結的海外資產達到3000億，中間其實有個70%在日本這邊，那他們是規定其中2000億還給俄羅斯，1000億留下來做戰後烏克蘭的重建。是，當然重建的收益一半美國要拿走，但這個就是在整個美俄談判當中的幾個要點之一，其他像是領土安全，這3大要點其實最大的關鍵還是領土，所以一直沒有辦法談成。我看現在這個時間點，他們正在柏林，美俄烏歐洲正在進行了談判。我們剛剛談到澤倫斯基已經宣布放棄加入北約，不過這種宣布其實大家都已經決定了。我們剛剛講到的根本都沒有這一項，領土不可能。那這個所謂的就是動用資產的問題，我覺得歐洲這些有一些國家它就要凍結這個將近2100億歐元的這個資產。那用凍結資產讓美俄之間無法真的達成這個協議，因為俄羅斯一定會反彈，對，而且要把這個凍結資產裡面將近1930億的歐元用來援助烏克蘭的軍事經濟，現在而不是戰後，也就是要拖延戰爭。
那俄羅斯絕對不會答應。其實這個凍結本身哦，匈牙利跟斯洛伐克都強烈的反彈。那可是呢，誰強烈的支持？立陶宛的這個政府，還有呢，歐洲的外交安全的代表啊，叫做卡拉斯。卡拉斯是之前愛沙尼亞的總理。所以你現在看哈，比較東歐反俄支持俄烏戰爭的這個國家，現在倒過來全力支持。可是要問了，歐洲決策其實最主要還是兩大國嘛，一個是法國，一個是德國。但現在這兩大國根本就是擺爛，馬克宏已經沒有什麼能力去影響決策。而莫爾茲呢？我覺得莫爾茲真的決策能力非常的這種幼稚，哦，而且弱智。他現在還是編了130億歐元左右，要明年給烏克蘭作為就是軍事使用。全歐洲現在只剩下德國還編這個預算，可是呢，他又沒有計劃說要怎麼去結束這個問題。那因此，那你要記住，俄烏戰爭繼續延續的話，那錢哪裡來？對，只有德國的130億不夠。所以呢，他們就動腦筋動到了這個俄羅斯在瑞士等國的這些資產，加起來大概是2100億。哦，那我是覺得這個做法其實沒有什麼用啦。對俄羅斯而言，那就繼續打呀。對烏克蘭而言，拿着這個錢，他能夠打多久呢？美國呢？美國會覺得，那既然你有錢，我就不管你了。所以情勢會更加的惡化。歐洲沒有能力去面對真正俄烏戰爭如何結束的能力，而只是把這個問題往後拖，變成後面更嚴重的問題。好，現在面對歐洲國家已經態度很明顯了，就是希望支持烏克蘭，讓這一場戰爭繼續的延續下去。川普看在眼裡了，這是來自於經濟學家，這位是 Nora Smith 特別指出了，他說川普看在眼裡這些情況，所以他現在正在疏遠歐洲國家，特別是西歐，並且轉向普丁。那當美國開始停火的時候，這個時候最兇的竟然是北約哦。北約秘書長呂特這個時候放話了，他還說。跟歐洲一樣，態度非常的堅定。他說，北約必須要準備好，接下來我們要和俄羅斯來開戰。同一時間，我們來看到英國跟德國的態度。英國已經開始談國家韌性了，要強化武裝力量，加強自己的關鍵基礎設施。德國也宣布，明年會派兵加入波蘭的東方盾牌，來鞏固整個在北約的防線。普丁是真的有想要侵略歐洲嗎？這是第一個問題，還是歐洲他想要用放話加恐嚇來掩飾接下來美國可能會抽身的恐慌？如果北約接下來只有自己沒有美國的話，他真的能夠對俄羅斯全面開戰嗎？幾個問題，呂艦長怎麼看？其實我們現在看到啊，那個北約現在最厲害的武器啊，都不是在戰場上看到的，其實就是認知作戰跟嘴炮而已。也就是講的好像很狠啊，然後但是呢，真的要那個實打實的買裝備的時候，他要用俄羅斯的錢，因為他自己沒有錢。那而且呢，現在俄羅斯很聰明的做了一件事情，也就是整個扭轉這個戰局的戰略的部分啊，也就是之前我們看到的，也就是在盧甘斯克、那頓內茨克以及赫爾松以這一個地方在作戰啊。那在這個地方作戰的時候，也就是在內線，也就是所有的北約國家都支持烏克蘭，然後對着打。那然後結果，俄羅斯採用了另外一個戰略，我就去襲擾你其他的國家，也就是我開始展開外線，讓你只能顧自己。也就是我們看到這個時候，也就是當他的無人機，他沒有攻擊任何的波蘭啊或羅馬尼亞，可是我飛進你的境內。你有本事就把它打下來啊！那我也沒有要攻擊你啊。那這是一個部分。然後波羅的海三小國覺得沒事嗎？那其實愛沙尼亞那個它的一個領空，然後就被直接的擦邊的穿越。這個也就是當北約國家每一個國家都覺得哎呦我岌岌可危的時候，沒有人要再幫助烏克蘭，這個才是真正的實況。而且這個問題面對的是什麼？面對的是。雖然我們看到俄羅斯的裝備好像大家覺得不怎麼樣，事實上也是，不然他直接用火炮就好了，他為什麼要用無人機呢？也就是他的火炮不及，還不如做無人機來得快。那而且當大家開始要對俄羅斯進行核威懾的時候，俄羅斯從來不理這一套，也就是當你北約在進行這個核武軍演的時候，我立刻就打針果樹，這是我們之前所看到的。當你在對我進行以這一個
戰斧巡弋飛彈的時候，我立刻就把這個海燕的核動力的巡弋飛彈直接飛起來給你看。這個飛彈它本身雖然是核常兼備，可是更重要的是它打下來就變髒彈，因為它上面通通都是那個我們講到的核動力啊，所以它打下來就变髒彈。但是俄羅斯不斷的啊，那在發展新的長程打擊的一個武器，而且這個長程打擊的武器，我們剛剛現在所看到的這個9M729的這一個飛彈呢，其實是在當初中導這個協議中間被限制的，現在又拿出來用，它的射程呢，那個包含了英國，甚至連冰島，遠在冰島，甚至北歐所有的國家。歐洲全部通通都在內，所以有國家能夠抵抗這種飛彈嗎？沒有，因為它又是高超音速的飛彈。那有沒有？現在我們講到說，在戰場上面，如果澤倫斯基他什麼都沒有，他一無所有的話，他現在就只剩的也就是交易而已。那交易現在第一個交易掉的，也就是我們看到他放棄加入北約。其實大家早就知道他沒底氣了。那接下來還有什麼可以交易呢？也就是那4周而已。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缘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特別看到，在東南亞這邊戰事真的是一觸即發，尤其是泰檢的大戰已經進入到第2周了，完全都沒有任何降溫的一個跡象。這一次泰國直接祭出他的 F-16來轟炸柬埔寨的最前線，包括他也在泰國的沿海的5縣市都開始做宵禁來備戰，甚至他們的總理這個時候也煽動起了這種民族主義，有人說這個農民都要一起的來上戰場了，大家都支持跟柬埔寨繼續的打下去。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趕快來看到這一起泰檢之間的火爆衝突已經全面的升級，即使有國際的協調來斡旋，雙方仍然是持續的交火。先來看到泰國國防部最新消息，他說柬埔寨方面軍方13日趁着深夜的時候，不斷的攻擊泰檢之間的邊界，包括了無人機直接就侵入到了泰國上面的領空，迫使我們泰方展開了報復行動。那麼泰國是出動了什麼呢？是在13號的深夜，泰國直接出動了他的2架 F-16戰機來轟炸柬埔寨的前線，還包括了在邊境的飯店，甚至2座是可以運送武器的橋梁都被泰國給炸毀了。除了在空中，我們看到地面部隊隨後也一起推進到了邊界，包括了多輛的這個戰車直轟波貝市一座賭場，整個賭場都遭到了摧毀。這時候泰國也宣布了進入緊急的備戰狀態，包括東南部它的這個施達勒府的5個縣直接開始實施宵禁，並且正式的宣布要封鎖泰國灣，把這一些可以運往柬埔寨的，不管是石油或者軍事物資，全部都給阻斷攔下來。而泰國更在邊境這邊查獲到了來自於柬埔寨士兵的一個筆記本，上面說清楚的記載了超過36處的地雷埋設的坐標，還有完整的地雷的圖片等等。局勢如此的緊張升溫之際，這個時候川普趕快出來介入了。最新他和泰國的總理阿努廷通話之後，川普就立刻在他的社群上面這樣寫，他說通完話之後，我將先前發生的這起地雷爆炸定調為一場意外。川普還說這個泰檢現在已經達成了停火協議。話才剛說完，沒有想到泰國總理立刻打臉川普。他強調呢，有關於這一起地雷爆炸完全不是意外。他還說了，接下來會繼續的打下去，要讓柬埔寨完全的去軍事化。這場衝突至今已經造成了數字還在持續的統計上升當中，至少200人死亡受傷，40萬人流離失所。其中注意到了在戰場中這一次打戰一名
懷胎4個月的柬埔寨女兵在作戰中還因此殉職。節目一開始要請教呂艦長，怎麼看呢？這一起泰柬的衝突規模、戰事是否在擴大？泰國這時候封鎖柬埔寨，而且做宵禁備戰，是否已經走到臨界點？艦長怎麼看？的確是啊，上一次也就是在今年6月的時候發生的這個泰柬的這些衝突的時候，其實泰國並沒有全面的進入備戰，而且還那個對於南部的5個縣啊實施宵禁。現在更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他要封鎖這個泰國灣。我們來看一下泰國灣實際的位置啊。那如果是這樣的話，他說可以封鎖到整個柬埔寨的部分，不過那也是痴人說夢啊。為什麼？因為比較接近南海的是柬埔寨，而不是泰國啊。那而且這個油呢，那個它只要通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南海之後，其實它是擋不住這一個柬埔寨的。而且，但是呢，我們這樣講啊，說這個泰國它的海軍的實力其實是遠超過柬埔寨的。這是我們看到，雖然它有航空母艦，但它的航空母艦現在沒有艦載機啊，它的艦載機全部都是直升機。那但是呢，它有新一代的這種巡防艦。那如果說對比這個柬埔寨的話，柬埔寨沒有這個實力，柬埔寨全部通通都是這一種我不能講小破舊啊。那但是呢，真的是噸位只有245噸、250噸的這些小艇根本不是對手。那如果說回到原來他們到底是為了什麼打起來的，其實就是为了錢打起來。為了錢，大家不願意講而已。大家一直在講的是什麼？講的都就是這個在泰柬邊境上的一個扁擔山脈上的博威夏寺啊。那這個博威夏寺其實它是西元889年的一個濕婆神廟。那我請教一下，你泰國是拜濕婆神嗎？不是吧？那為什麼你要對於這個地方這麼重視？開玩笑，他一定說我寸土不讓。可是大部分的觀光客都是從泰國這一側過去的。那泰國更想把它的邊界從原來的它只有這個我們講到的博威夏寺的一角，再繼續往東推。可是往東推，開玩笑了，對於這個柬埔寨來講，你的東進就是我的西退啊，所以也絕對不讓。所以我們很難想象啊，這個柬埔寨跟泰國的這個實力這麼懸殊之下，他為什麼實際要打？真正的寸土不讓的是柬埔寨。但是呢，現在這樣繼續打下去，大家都有不可以輸的壓力。為什麼？因為對於柬埔寨來講，洪馬內他是父親扶植的第2代，不能輸。那至於說阿努廷來講，他要全面改選國會，那他也是要來競選的，那他怎麼能輸呢？當然，兩邊爭執不下，川普出來求和，那當然盤點最後就是我的泰國最主要是觀光收益，更不怕你美國立刻打臉。是，確實哦。現在所以因為這一起事件，泰國政治也是面臨非常多的挑戰，尤其阿努廷現在壓力很大，但是也因為這個壓力哦，包括因為現在整個內部哦，人民也非常的支持政府繼續的打下去，所以呢，泰國內部說現在掀起了所謂的民族主義浪潮，剛好就是很適合，很對於現在的保守派阿努廷是非常的有利的，在接下來的國會選舉當中。那阿努廷他是現在泰國的總理之外，他是2012年重返政壇的，領導了泰自豪黨。那他的優勢就是他可以結合包括了地方的派系，還有這種結盟保守的精英，所以他在泰國內部迅速的做大，而且這個被这個分析形容他是政治的變色龍，他可以擅長動員民意，又可以展現對於皇室的效忠。可是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會不會帶領泰國又走向戰場呢？那現在有一個說法，農民可能會跟隨他起義。楊老師怎麼看？阿努廷是在疫情期間哦，整個在泰國負責疫情處理的官員，他是當時的公共衛生部長，他也做過內政部長。所以他個人是比較就是在官僚跟政策層面啊受到肯定。可是他參加的那個泰自豪黨啊，是唯一的一個把民粹主義寫進黨綱的這個泰自豪黨。但泰自豪黨大概是排名第3大黨，大概目前擁有70席的這個議員。那另外2個黨呢，維泰黨，那就是塔信所創建的。那貝東丹在8月份下來之後呢，阿努廷上來。
那阿努廷上來的時候，他就承諾4個月之內解散國會。因為人民黨支持他才有這個機會嘛。因為人民黨第一大，那人民黨大概有143，那貝東丹的維泰黨大概140，所以4個月之內解散國會，他現在就宣布了。那剛好又碰到就是邊境衝突、領土的爭議。上一次才5月份的時候才跟柬埔寨打了一仗，那可是呢，現在又在起，川普再打電話沒有用了，因為我們要選舉了，誰敢退？哪一個黨敢退？要退的時候，你會不會被這個保守派或者是被人民這個譴責？然後呢，軍人背後的這個影響力，泰王背後的影響力，沒有人敢在現在這個時間點在泰柬的衝突上敢說要和平。為什麼？因為上次的貝東山說要和平啊，結果8月份他就被解職了。所以我是覺得現在45天到60天之後要重新舉行選舉，大概1月中到2月中，泰國要舉行新的這個選舉，到底誰會贏？是維泰黨還是人民黨？人民黨現在有機會回來，因為人民黨之前叫前進黨，就他在2024年8月的時候被憲法法庭解散。為什麼？因為他支持要去修改那個就是藐視王室的這個條款，那是憲法第112條。因為這個東西他被要求解散，可是他又重新這個不見得改頭換面了哈，但是呢換一個名字叫人民黨。所以接下來是人民黨跟泰自豪黨可能會結合，也就是阿努廷跟人民黨之間的結合哈，可能會回到泰國的這個政權。那因此呢，這個邊境的衝突要繼續堅持下去，反正泰國的軍力是比較大嘛，不會輸的。是，所以我們看到現在阿努廷他其實聲勢正旺，他甚至還喊出說要去柬埔寨的軍事化。看起來這場泰柬之間的衝突還會持續嗎？那美國斡旋是不是接下來就會失效了？委員怎麼看？不能說失效了，因為不管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面對泰國跟柬埔寨這兩國的衝突都有手心手背都是肉的問題啊。對，而且正像楊教授講的，兩邊都有在鞏固政權合法性的危機啊，柬埔寨也有啊，然後這個泰國也有啊，所以因為內政延伸出來的有打仗的需要，那大家放心說，這種戰爭打的規模不會太大，但是比較討厭這種戰爭會拖很久啊，因為大家都是利用戰爭在建立或者鞏固國內的聲望嘛。你說阿努廷，他現在怎麼能退啊？對不對？他當然喊口號喊得很大但是實際動作他自己也知道因為這種打下去對泰國的經濟也不會有什麼好處。可是他喊大聲一點，為了泰國的光榮這一次要把柬埔寨給打服下去這種話每個人都會講啊。那洪森也不遑多讓，洪森是越老越糊塗的一個人沒事幹去把那個泰國裡面最親柬埔寨的貝東塔給拉下來了，他現在自己還是收拾爛攤子啊。現在本來剛才那個楊教授講對，還有一個比較和平的一個主張，現在都沒了。泰國現在是人人都是尚武重戰，看怎麼辦？對，那洪森現在自己應付他內部也要去鼓勵啊，也不能示弱啊。因為他本來就是軍人出身，帶領的柬埔寨從慌亂中從那個波塔政權裡面脫胎出來的，他本來講他功勞很大，可是真的要打仗的話，我們小先生講對，兩邊實力差太遠，他會被泰國碾壓光他的1年度的軍費，泰國是他的25倍啊。所以光這個數字你就知道怎麼打，可不可能打。可是問題不可能打的話，他也不能喊太小聲啊，所以兩方面都在那邊作妖，我們就慢慢看戲吧。如果說哪一天泰國真的是想要好好揍他一頓的話，也不會有佔領領土的問題啦不過佔領領土就比較大，但是把對方揍一下趕快跑是打得會的。揍一下趕快跑。對，好，謝謝委員。